今天呢，我们来说西藏的天葬。90%以上的人一提到天葬，都想到的是那个肢解画面，然后秃鹫蜂拥而至的那个画面。但其实这个只是天葬其中的一部分。天葬呢，它其实是有完整的流程的。那其他的流程呢，也很颠覆你的常识，也很震撼你的心灵，也能让你看到更多藏区的文化。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天葬从头到尾的说清楚。那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我们大概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说。那说第一步就是叫喂金丹。喂金丹呢，就是说这个人大家感觉他快不行了，但是他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给他喂一颗丹药。这颗丹药呢，是在藏药的基础上加上高僧的圣物制成的。这个圣物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活佛呀、喇嘛呀，他们的衣服、指甲、头发，甚至包括大便小便都有可能在里边的。然后这个东西是哪里买来的呢？但其实它不是买的，它也没有地方卖的。就是藏区的人呢，他们每个家族都有信仰的这个寺庙他会去这里跟上师求来的，放在家里。那家里人一旦有要去世的人，他就用起来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一些大型的法会，那个佛活会制作，然后会布施给这些信众。那么这个也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呢，也可以得到这个是还没咽气，就是快不行的时候给他吃的。那当人一旦咽气了之后，他们做的一个事情叫做抛瓦。抛瓦是干什么呢？抛瓦就是在你天灵盖上面打一个小孔，或者叫打的一个小洞这个打这个小洞是干什么呢？就是说为了让你的灵魂快点，或者是顺利的离开你这副皮囊然后往生极乐用的。那藏区的人认为，灵魂就是在身体里脱离这副皮囊的时候，就是要从一个洞或者一个孔出来的。你上面不打洞，它就要从下面就是从屁眼里边出来。那从屁眼里边出来呢，它就是肮脏的，那么它就是要去到畜生道这种恶趣道呀，这种地狱里边，所以是大家不想看到的。所以呢，就要去这个寺庙里边请这个密宗的修行者，有专门做这个的，来家里给做抛瓦。那么他做的时候呢，是先念经呢，大概呢，然后念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双手去你这个天灵盖上面，他这样去边看边摸看到或者摸到一个小缝或者是一个小孔的时候呢，那这件事情就成了，你的神识就能顺利的从你的这副皮囊里边就出来了。那也有一些地方呢，他就是说这些喇嘛的功力呢是比较深厚的德高望重的，那么他也可以远距离的发功观想引导。那么这个时候只要功力够呢，你的天灵盖呢也可以做抛瓦这个事情，也可以开动的。那还有一种更特别的呢，就是在西藏有一座以抛瓦著名的寺，它叫直贡梯寺。那每隔12年呢，他们都会举行一个盛大的抛瓦法会，那信众就聚集过来，然后呢活佛呢在法会上就集体加持然后凡是参加过的人呢，头顶自然会出现一个小孔。那你这辈子的抛瓦呢，就当提前已经做好了这个是做这个用的。那抛瓦结束了之后做什么呢？就是叫第3步，叫扣木碗，就是把木碗扣过来藏民呢，他每个人都有一个木碗。这个木碗呢，就是他随身携带的，他就揣在怀里的，他用来吃饭用来喝茶。他这个呢就是说跟自己的父母是不共用的跟自己的家人妻子怎么的也不通用的，它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么它的花纹它的大小它的材质其实每个人的都是有所不同的。你通过这个碗可能就能大概识别出他的身份他的阶级地位等等都标含在里边的。他这个碗扣过来是什么意思呢？扣过来就是说这个家里已经没有你吃饭的地方了，也没有你的碗了，也没有你的饭了，你走吧大概是这个意思。扣完放在哪里呢？扣完就放在那个墙根的地方。那别人看到这家墙根扣的一个碗，那也知道这家有人去世了是这样的。那么游牧的，就是在外面那种住帐篷的游牧的这种，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放在帐篷的门口那个
地方，他给他扣过来，那别人也能知道，就是他总归要扣过来放在那个地方，大家看到，那大家就知道了。那家里已经没有你吃饭的地方了，然后也没有你的碗了。那但现在这个人呢，还没有投胎，他刚去世，他还有一个749天，有一个中阴身的状态。那这段时间他怎么办呢？我们给你设好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在大门口的外面你去那里吃饭。这就是我们要引出来说的第4步，叫做挂陶罐。挂陶罐这个事情呢，就是它悬挂这个东西的意义的本身跟我们挂白帆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大家看到挂一个陶罐就知道这家有人去世了，但其实它是为了给刚才我们说中阴身这个状态的人吃饭的地方。挂陶罐的时候呢，就是他把那个罐口用那个白色的哈达给它包裹起来，然后弄得干净，然后里边呢放上一些用酥油拌过的糌粑，把它翻过来，然后把它点燃，然后点着火，它就是一直有烟出来，然后每天的早晨跟傍晚它都会补充这个糌粑进去为什么点这个烟呢？因为藏民认为烟其实能通灵，那么魂顺着这个烟就找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吃饭。那这个陶罐呢也有一个名字叫做坡丹一个木碗，一个陶罐一个是生者用的，一个是死者用的，就是一内一外，一生一阴一阳。那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寓意吧，也是让这个逝者这49天能撑过去这个是挂这个陶罐。那接下来要说的呢是第5步，第5步呢叫做捆尸。就是人去世了之后，在他的遗体还没有完全的僵硬的时候我们要把他衣服脱光赤条条光溜溜的，然后用一种白羊毛做的绳子给他捆起来，捆成什么样呢？让双手合十，然后呢双足交叉在胸前，然后呢弯曲到这样，人是这样弯曲的，就是这样佝偻着的，然后像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想象成就是婴儿在妈妈肚子里的那个形状，就是你怎么来的你就怎么走。捆好了之后用白布把它包好，包好呢放在家里的墙角，男的放左边，女的放右边，但是不要直接放在地上垫个什么东西砖木板等等的放在那边。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家就是亲邻呀朋友这个乡里乡里乡亲都知道你家有人去世了，他们来祭奠的时候呢，吊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给这个遗体上面献一个白色的哈达然后捆好了之后呢，我们在这个遗像前要点一盏酥油灯这盏灯呢被称为指路明灯，就是照亮死者前往彼岸的路，使其不误入歧途。然后捆完后呢家人就会立刻派人去那个寺院，然后报上死者的属相、生辰和死亡时间，然后让会占卜的喇嘛来挑一个可以送葬的日子，我们也通俗的也说就是出殡的日子这个日子呢有的是选出来的算出来的，有的地方呢就是说3天之后他就做3天的守丧，就3天之后。但如果3天之后是礼拜天的情况下，周日的情况下，那么就顺延1天，因为他们觉得礼拜天是黑日子，是不吉利的，不能做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然后再就根据家里的条件呢，那这个守丧的期间，就是根据家里的条件不同理解不同，他有的人会请人来家里诵经超度然后自己家里人呢也要守灵，他们不能佩戴装饰不戴帽子也不洗澡这些。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是说村里的中青年的男子呢会过来陪你一起彻夜的守灵，然后陪家属度过这段时间。然后在这个期间，守灵期间，包括人去世的时候到守灵的时候，家人是不哭的，即便他们有不舍，他们也要忍耐。这个跟我们理解的不太一样，我们亲人去的那忍不住的肯定会嚎啕大哭的，那每天泪眼汪汪的，就是生不如死的这种状态。但他们是觉得你这样的话，这个逝者他更不愿意走，他会更加留恋，他没办法切断与这世的这些羁绊，所以他们不哭，就是异常的安静，让你觉得非常的有一点点不适的感觉，就是违和感。你觉得这个时候不应该是这个状态的，但他就是这个状态的，就静悄悄的，安安静静的，就像没什么事情一样，只不过他在做一个
丧礼啊，他在做这个守灵的这个阶段啊，他们是这样的，这一点也不一样。然后捆好尸之后呢，等到后面呢，就是到了送葬的日子，我们就要去送葬了，这就是第6步送葬。送葬呢，通常就是在天不亮的时候，这件事情要做完，不能等到天亮。那即将我们说出殡嘛，送葬也叫出殡。就出殡的时候呢，家人会用那个白糌粑在门口画一条线，这条线就是我和就是家和逝者的分界线，相当于是说就是这样画一条线。然后呢，当天呢，就是家里的亲人一般都是儿子，然后背上他这个遗体，然后背到身上，然后面部是朝后的，然后到这个大门口这里来。到大门口这里来呢，不会越过这条白线。到了这里之后，在白线的这边把这个遗体交给天葬师或者背尸人，然后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他们的这个文化里边是亲人是不去送的啊，就是这些事情后面都交给天葬师或者是专业的人，或者是做这种，或者是自己的就是邻里街坊邻居等等都会去帮忙的啊。然后呢，交给他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有一个跟这个逝者同龄的人，左手拿着一个扫把，右手拿着一个篓，他会把这个刚才画白色线这个糌粑的这些东西收起来，倒在这个篓里边，然后把这个扫把也放在个篓里边。他跟送葬的队伍一起走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他把这个物品他把这个篓包括里面的东西就放在了路当中。那这个动作呢叫做把鬼送走，那也象征着亡灵和这个家彻底的断绝就没有了。然后背尸人和这个送葬的人中途也不能回头看，然后送葬者和背尸的人就是2天之内不能回到这个逝者的家里，因为你回来这魂有可能就跟着你回来，因为他也不想走，他还有很多依恋，他还有很多牵绊，他有很多不舍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对这个逝者来说，对他往生极乐来说也不好，对这个家庭来说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情这是有一点是这样的。然后第6步送葬做完了之后呢，下面就有的送葬呢，它是直接送到天葬台的。那你像拉萨地区的话，它可能先在大昭寺这里边转一圈然后再送去天葬台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是说第7步就是天葬，就是大家传统上意义上看那个画面比较有冲击力的部分，这是天葬。那尸体到了天葬台之后呢，天葬师就要做一系列的操作，它有诵经的，然后还有一部分点香的。这个香呢，有的是松柏香，也有的地区呢是就是那个干的牛粪。然后呢，它点好了之后，它往里边撒那个3荤3素，这个荤和素都是有不同的东西。荤呢就是传统，比如说有一些油脂的东西，脂肪类的东西，那素呢就是稻谷之类的，然后再往里边放上糌粑，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烟升起来，就有烟起来了。那有烟起来了呢，周围的那个神鸟，他们叫神鸟，就是秃鹫嘛，就是看到烟或者闻到这个气味，它就涌过来，它就飞过来。等到这个秃鹫这神鸟飞过来之后，天葬师才会做肢解这个动作那肢解的时候呢，他就先把这个像婴儿一样的这个遗体，他要先打开，把那个白布打开，把那绳子也要解开，然后把尸体拉直，然后把这个头的部分，包括头发什么，他就绑在一个，有的地方是石桩，有的地方是一块石头，有的地方是一块木桩，绑在这里，然后呢就开始做肢解。那肢解呢，就是不同的地区它的肢解办法是不一样的，它的方法什么的就是不一样。有的地方是先把头砍下来，然后做肢解有的地方呢，像拉萨它是先竖着3刀，再横着3刀，然后再去做肢解。那还有的地方呢，它是先在背部画一个叉，然后呢，女的要面部朝下，男的要面部朝上这样做肢解。还有一些地方非常古老的，就是它现在不用这个铁器的，它用木头和石头做的这种工具，然后把它做肢解。但无论是用什么工具你用什么样的肢解方式，都不可避免的就是有一些比较大的骨头，这个秃鹫它是吃不下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用那个石杵，就是给它捣碎，然后放一点糌粑，然后再给这个神鸟来吃。那做天葬的目标呢，或者是说
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都一点都不剩啊，就是吃的越干净，代表你的灵魂越干净，然后你这事做的都是好事，那你往生极乐呢也越好，然后也越快。所以呢，都是尽量让他们都把这个让这个秃鹫把这个东西都吃光。但也有一些情况，它是吃不干净的，或者是吃不光的。那比如说人的头发，那他可能就没办法吃，他也不能吃，他也不吃，或者是有些时候，比如说赶上天葬的人特别多，然后呢，这个神鸟都已经吃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的东西要焚化掉，然后在现场念经超度它啊，以达到让它快点去往生极乐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就是我们传统，这是第7步我们说的天葬，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视频，很多的讲解里边讲的冲击人的那画面，但其实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讲完天葬呢，我们再来说第8步。第8步其实可能它的时间顺序上可能不是在天葬的后面，但我就是放在这里讲，就是说我们家里有人去世了，亲人去世了，一个遗像放在那里摆好，然后我们可能会祭拜呀什么的。但是藏区的人民他们是这样的，人去世那一刻，他就把跟这个人所有的痕迹全销毁，你的用过的东西也好，然后你的照片也好，通通的弄干净，就是让你感觉都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上。他们认为处理的越干净，他依恋的越少，他就找不到自己的存在的痕迹了，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处了，他就尽快的往生极乐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不像我们说有一个遗像挂在那里，他们没有的，全删光，然后名字可能也不会提，就是用比如说那个人呀，或者一些代号让他们约定俗成的一个称呼来代替这个说法叫这个事情这个是他们说的销毁遗物的这个部分。那下面呢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是第9步，那叫做助转世，叫供冲达。就是天葬结束后呢，家里就把家里呢就打扫干净家里呢会塑一个像当然不是这个逝者的像，它是一个佛像，或者呢画一个唐卡供在那里。供在那里是什么目的呢？因为现在这个人虽然逝去了，但是在到他投生之前，处于749天之内嘛，他还是一个中阴身的状态。那么他这个时候呢，他还是很有很多的，比如说恐惧迷茫迷惑不舍牵绊不确定等等。供这些东西呢，还是为了让他更好的，就是说灵魂更好的离开，赶快去转世投胎就是做这个作用的这个是第10步。然后第9步，第10步呢，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中阴与七七。其实他们也有头七、午七、七七的这个概念。那头七这一天呢，他们叫锁高头七，叫干什么呢？就是刚才大门口的那个陶罐，就在七七这天取下来。取下来之后呢，把陶罐还有陶罐里的东西都丢到河边去，就是说寓意就是你现在家里家外都没有你吃饭的地方了，你没地方吃饭了，你赶紧走吧，你也不要有牵挂了，这里已经找不到你的就是寄宿了，你就赶紧走吧。要做这个动作，赶紧去投胎吧，对吧？不要留恋了然后呢，大多数的人其实是认为在午期这一天，也就是第35天的时候，他们大概率都是在这一天去选择投胎的。所以这天呢，大部分人他们也会请那个喇嘛来家里念经超度然后七七这一天，就是7/7/49第49天的时候呢，在拉萨这个地方，他们会给乞丐一些吃食，就是帮他积功德这个意思吧。就是这个时候还没走，然后给乞丐一些吃食，让乞丐帮他也念经，相当于也在做善事然后乞丐念经了也帮他超度这个就是头七、午七、七七就过完了然后第11步呢，叫做暖珠暖珠呢，其实就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就是在去世1周年的时候就去世已经1周年了，怎么样想这个人都已经投胎往世了那我们就把当初这些邻里亲戚朋友老乡等等都请到家里来，那彻夜的吃酒狂欢来庆祝他的转世成功到这里呢，就是整个天葬的全部过程
当然呢，就是这里边不同的地区可能做法上面，或者是说有一些措辞上面稍微有所不同那我在描述的时候呢，可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藏区的人，所以有些说法有可能也不恰当，这个也请大家谅解，这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想说这个文化的一部分那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但是我们尊重它的存在是这样的。那这个呢，就是本期的内容。